柳如烟狠狠地撇下我，转过头来告诉我，她遇到了一个比我更好的男孩。瞬间我人麻了，这就是所谓的无缝衔接吧。然而正当我已经忘记过去，拉着又奶又野的学霸小奶妹重新开始时，我看到柳如烟的新男友正在和其他女孩接吻，竟然那个女孩不是柳如烟，刺激了，这就是比我更好的。此刻我正站在柳如烟的面前，低头问她，极力忍着，从来没有想过昨天柳如烟非要跟我分手，竟然是因为一早就移情别恋。她挠头想了想，不确定地说，大概都是吧。然后我实在没忍住，把她骂了一顿。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，颇有些骂街的气势。她一开始低着头任我骂，后来她也眼眶红红的开始怼我，实在受够你了，你总是这样自以为是，从来没考虑过我的感受，私底下是这样，在别人面前也是这样，在你心里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一个随叫随到的宠物，还是一场赌局的胜利品？一字一句都是委屈。我哽了一下，我从未想过柳如烟和我在一起有这么多委屈和不满。那天我在我家楼底下愣愣的听柳如烟控诉了我1个小时，整整1个小时，她列举了不下50条我的缺点，还顺带着列举了证据。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的家了，只记得我躺在床上的时候，脑海中还循环着柳如烟声泪俱下的控诉。我甚至怀疑我和她是不是拿错了剧本，该哭的不应该是我吗？该分手的不是我吗？为什么她哭得这么惨？后来我渐渐想明白，那大概是因为跟我分手了，所以喜极而泣吧。我和柳如烟是大一刚进学校认识的，学生会的新生见面会上，我们轮流着一个接一个上去自我介绍。轮到柳如烟的时候，她挺直了背往前走，坐在后排的我只能看见她清晰的下颌线，看着她穿着黑色裙子，心里想这女生好像有点高冷啊。结果下一秒她就被自己的鞋带绊倒，摔了个踉跄，大家都哄笑起来，气氛逐渐热闹。后来她尴尬地介绍自己，我眼神追着她，感觉这个女孩子可真有意思，水灵灵的，没想到是个呆萌。在之后的学生会活动中，我们才正式开始认识。她告诉我她是哲学系的，我心说我知道，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知道了。但我还是回了一个礼貌的微笑。我是化学系的萧炎。那天他问我，他是不是一场赌局的胜利品？我想和他说不是，可我却什么也说不出，因为我和他在一起，的确是因为一场赌局。大一的时候，学生会聚餐，大家吃完之后就开始玩游戏，而开朗善于交际的我和长相高冷、实际呆萌的柳如烟，很快就成为大家打趣的对象，甚至有人打赌说我和柳如烟一定会在一起。那时我不以为意，心里想着我和他都没怎么说过话，在一起个锤子。但刚进大学的我们年少轻狂，玩起来不要命，所以当有人说萧炎配不上柳如烟这样的言论激我时，我立马大言不惭地说，我跟柳如烟怎么就没可能了？要是追她，死缠烂打都要追到手。大家都开始起哄，我反应过来也有些尴尬，毕竟另一个当事人还在场呢。好在柳如烟是个呆萌，只是咧嘴一笑就过去了。游戏继续，大家也不再揪着这个不放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晚上柳如烟单独来找我表白，说她喜欢我，愿不愿意做她男朋友。我在宿舍楼底下路灯的暖光映在她的脸上，趁着她的笑容，有些傻气又有些认真，我突然就笑了出来。你不会是因为那个赌局吧？她摇摇头说不是，我真的喜欢你。在第一次的时候，我没问她第一次是哪一次，我只知道不会是我见她的第一次，我爽快地答应了。可我没想到柳如烟会一直记得这件事，还说她只是我的战利品。我呵呵了。失恋后一整个暑假，我都不愿意出门，只不过早上会晨跑，只是没有想到总是能够遇到我的新邻居苏浅浅。苏浅浅比我小1岁，当时刚刚考上大学，他父母给他在学校附近买了一个小公寓，非常巧的就住在我隔壁。每次看到我时都笑起来，又呆又傻。那时我看见她的时候，只觉得这个小妹妹乖乖软软的，戴着个棒球帽，黑色区区的眼睛，这小女孩好内向好乖啊。但可能因为过分好看的外貌跟完美的身材，看起来十分勾人。我在心里偷偷想，开学那天我被安排做迎接新生的志愿者，我虽然不想，但也没办法。只是当我在学校门口帮着学弟学妹们指路介绍学校时，就听见面前传来一道清新的嗓音。我低头看着眼前亭亭玉立的女孩，穿着白色的裙子，背着一个粉色包包，头上没有戴帽子，露出了一头黑色的长发。我迟疑着，苏浅浅女孩笑着应了一声，又递给我一张餐巾纸，示意我擦擦汗。我说了句谢谢。暑假的时候有就知道她报考了这所大学，选的还是计算机专业，那时我就有些想笑。苏浅浅那副安静内向的样子，看着就像是一个技术宅，不过比其他的技术宅要年轻好看很多的那种。哥哥，我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。苏浅浅眼睛盯着我擦汗的动作，接着拿过纸巾随手丢到垃圾桶里。要一起去吃饭吗？苏浅浅转身看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嘴角恰到好处的扬起。我发了个消息给交班的人，想着苏浅浅第一天到学校还有许多地方不知道，便应下了。一路上我细细数着学校好吃的，电影级图书馆、教学楼、实验楼的方位。图书馆负一层有一家咖啡馆，里面环境挺好的，有空你可以去看看。苏浅浅走在我身侧，安安静静听我讲着，偶尔应和一声。对了，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，你不用一直叫我哥哥，我叫萧炎，喊我名字就行。我不在意的转头对他说，不行的。苏浅浅看着我说的有些认真，我张张嘴刚想说什么，就听见他步子说了下去，如果你不喜欢，那我叫你学长可以吗？哎呀，都可以，一个称呼而已。我没太纠结。到食堂打完饭后，就看见不远处的苏浅浅朝我挥挥手，我抬脚走过去，只是没想到眼神一转，看到了柳如烟和一个男孩吃饭，就坐在苏浅浅后面。我脚步一顿，但到底还是在苏浅浅对面坐下。苏浅浅不爱说话，而我眼神一直往她身后看。柳如烟背对着我倒是看，亲了她对面的那个男孩是一个
很帅气的男孩，英俊的脸十分阳光，面上笑得很斯文。面对柳如烟的喋喋不休，他也只是安静倾听，偶尔说上几句发表自己的看法，是一个大方得体的男孩。相比较之下，我和柳如烟相处的时间里，基本上都是我在说，好几次他都插不上嘴，最后也只能无奈的笑笑。当时的我们都没当回事，我们都以为那就是爱情。哥哥苏浅浅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，我突然回神，怎么了？苏浅浅抿抿嘴，一双眼直直盯着我。我们走吧。哥哥我点点头。走到门口的时候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已经人去楼空了。之后我又带着苏浅浅去了一些地方，绕来绕去就到了我宿舍楼底下。苏浅浅很有眼力见地和我告别，谢谢哥哥。女孩轻轻笑着，午后的阳光暖暖照在她的长发上，看起来手感很好。她眉眼弯弯，像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小学妹，年轻真好啊！我在心里第108次感叹。不客气，那就再见了。我朝她挥挥手，转身走进宿舍楼，身后传来一声再见，轻轻带着女孩，嗓音独特的清脆感竟有点撩人。大二的学业压力比大一增加了将近1倍，我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课业和学生会中。当我忙完拥有了一段短暂的休息时间之后，我才猛然想起似乎好久没见到柳如烟了。最近忙到昏天黑地，快1个月没回家了。我坐在宿舍的吊椅上，眼角余光瞥见一个奥特曼娃娃，思绪有些恍惚。那是我和柳如烟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她帮我夹掉下来的娃娃的时候，我笑着抱着柳如烟亲了一口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才发现她没跟上来。回头去看的时候，就看见柳如烟那个呆萌捂着脸在原地傻笑。我扑哧一下笑了出来，脑子里无限循环。傻妹子用力闭了闭眼睛，叹了口气走过去把娃娃从床头拿下来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到公寓楼下的时候，苏浅浅给我打了微信电话，喂，哥哥你今晚回家吗？我要是忘记带了，打电话给物业，说是要1会才能到，我能先去你家做会吗？苏浅浅甜甜的嗓音从电话里传来，我不禁笑了笑，算你好运，我到楼下了，马上就上来。电话那头是他开心的语气。等我上楼，走过转角，一眼就看见苏浅浅蹲在我家门口，白皙修长的手指一下又一下戳着我家的门，像是要把它戳出个洞来。我喊了他一声，他转过头看见我，眼睛亮了一瞬，立马站起身。或许是因为猛地站起，苏浅浅有些头晕，往我这边晃了晃，我伸手扶了他一下，小心点，一下子站起来会头晕的。小样满不在意，只是站直了身子，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。谢谢哥哥。我放开他，掏出钥匙开门，没回头的说了一句来吧。其实这不是苏浅浅第一次进我家，暑假有一次他来敲门，告诉我点外卖多送了一杯可乐，他不喜欢喝这个，扔掉又可惜，想着我一个男孩应该喜欢，就拿来给我。我站在家门口抬头去看他，女孩的话真诚又礼貌。我笑着接过可乐道了谢。苏浅浅耸耸鼻子，好香啊，哥哥在做饭吗？我后知后觉的回答是在煮饺子，真好。他眼睛亮亮的，仿佛后面有条尾巴摇来摇去。不知怎么我鬼使神差说了一句要不要进来一起吃点。苏浅浅迅速点头，并且道谢，谢谢哥哥，让我这个说出口但已经后悔的人根本来不及反悔。那时我跟苏浅浅最多算是点头之交，适宜吃饺子的时候我还带着些警惕，脑子里想着要是他是个坏人，以我的身高跟力气打败他应该没问题。当然思考过后的结果就是没有。苏浅浅虽然有些腼腆，看向我的时候总是容易脸红，但嘴很甜，也会很认真听我讲话，一双黑漆漆的眼睛亮闪闪的笑起来，还有小虎牙，软萌的过分。苏浅浅进门后就安分分坐在沙发上，我倒了杯热水给她，说了句谢谢哥哥就接过去。我在心里吐槽着，他是谢谢狂魔吗？闻一口一个谢谢，太有礼貌了吧。哥哥最近很忙吧？女孩甜甜的嗓音在我耳边响起时，我脑子里想着今晚吃什么。我估摸着这开锁还要一段时间，刚好自己要吃饭，一个人吃肯定没有2个人来的有意思。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去买点食材，今天想吃火锅，今天想吃火锅。苏浅浅欣然地跟着我下路去超市买东西，我穿梭在一排排货架前，苏浅浅在后面推着小推车，我摸不准她喜欢吃什么，便只能按照我的喜欢选择，然后回头问她有没有机会。她摇摇头，嘴角带着笑，每次跟我的视线对上时，眼睛都亮得仿佛有钩子一般。问她羊肉吃吗？她说可以。问她毛肚吃吗？她说随意。问她吃哪种丸子？她说都行。我打给她，你再这样我就只给你喝汤，反正你都是随便。苏浅浅也不错，任由我在前面嘀嘀咕咕，这还挺好养的呀。妹妹，这是我第一次喊苏浅浅。妹妹。苏浅浅笑笑没说话，谁知我刚转头就看到女孩红的几乎可以滴血的耳垂。苏浅浅开始给我讲学校里的趣事，我偶尔附和几句，只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刚跟苏浅浅走出超市就碰到了狗血剧。我看着前面不远处一对激吻的小情侣，正感到尴尬，寻思着拉苏浅浅往回走，眼睛一抬就看见那个男孩的侧脸在月光下反射出晶莹的泪光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不是柳如烟的新男友吗？那个女的好像并不是柳如烟的新男友吗？将我拉离了狗血现场，直到公寓楼下我才回过神，低头看见苏浅浅从拽我小臂改为了拽我手腕。也许是天气逐渐变凉，她的体温有些低，一只洁白的手环住我的手腕，属于另一个人的气息丝丝缕缕传入我身体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我和苏浅浅现在的姿势过于靠近，我默默退后半步，她像是没察觉一般，只是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。我正想着说点什么，她递过来她的手机，上面赫然是刚刚那对男女亲吻的照片，还能很清楚地看见男孩侧脸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拍这个照片，但我知道他现在的意思，明显是将照片交给我处理，也许是看不下去我呆呆的样子。苏浅浅皱着眉夺回手机，将照片传给我，随后又拉着我上楼，直到吃完火锅后与我分别。晚安哥哥还是那副乖乖软软的表情，丝毫没提起刚才那件事，仿佛毫不在意。说完也不转身回去，就站在我面前直直地看着我。我明明嘴有些不敢看他，晚安说
完我就迅速转身开了门，进去反手关掉，躺在床上。我脑子里反反复复想起柳如烟和我说分手那天，又想起那天在食堂碰到的时候。其实后来我也不是没见过她和她男朋友牵着手谈笑风生的样子。学校就这么大，虽然是不同系，但总有机会碰面。不得不说，柳如烟算是一个合格的女朋友。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，她总是无奈又甘愿地迁就着我。我学生会的工作忙，她就一直等我忙完，怕我胡乱应付，非要看着我吃完饭才放心。有时候大半夜的我肚子饿想撸串，她也会一边抱怨一边从被窝里爬出来陪我去吃，一边点赞一边说下不为例。然而下一次我哀求她依旧会妥协。我考试的时候忘记带准考证，一个电话打给她，她就会马上跑去我家给我找到并送来，还会在我考完后戳着我的脑袋骂我忘记。她重要的东西总是忘记，而我永远嬉皮笑脸虚心接受。她又骂我不知悔改。她对我很好，而我一直理所当然享受着她对我的好，消耗着她对我的喜欢，直到消耗殆尽。现在想起来，柳如烟好像确实为我做了许多，所以她那天才这么歇斯底里。所以我给她的恋爱体验真的很糟糕。我在床上翻了个身，拿起手机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半晌，最终还是叹了口气遁眠，手机蒙头睡觉。也许柳如烟说的没错，我就是心大忘性大，没心没肺，所以我才能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。还是被饿醒的我，只能离开我温暖的被窝，认命的去厨房下了一碗面条。吃饱喝足之后，整个人才像是活了过来。而昨天那件事和照片早就被我扔在脑后了。那天之后，我和苏浅浅倒是很快熟悉起来，会一起去图书馆刷题，也会约着去咖啡馆喝杯咖啡，一起看一部怀旧电影，周末打招呼一起回家。有时候他不想吃外卖，就敲我家门来蹭饭。刚开始他还有些拘束，到后来已经学会开我玩笑了。我们之间好像总有些莫名的默契，我想吃夜宵，他就会发消息问我要不要吃烧烤。我刚考完试饿得半死，他就约我吃庆功宴，说是庆祝他竞赛得奖。我刚下定决定减肥，他就会给我带一杯高热量的奶茶，还是7分甜。总之就是过于巧合了。但不得不说，和苏浅浅相处起来很舒服。我们不是什么特殊的关系，不用每天见面，也不用向对方报备什么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他的朋友我认识一些，我的朋友他也说得出名字，没有任何愉悦的举动和言语。苏浅浅表现出来的只有礼貌而克制，这是让我感到最舒服的一点。我又不傻，我知道我和苏浅浅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说不定真的会有点什么。只不过现阶段的相处方式让我很放松，看得出来苏浅浅也是时间飞快。大3的课程比之前来的更加繁重，再加上学生会的换届工作，我都恨不得把时间掰开了用。反观苏浅浅，她依旧是大1那副轻松的样子。也难怪他本就是学霸，课业根本不用担心。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竞赛上，还帮着老师做了很多个项目。听说他最近跟一个师姐打算合伙创业了，我还调侃他说狗富贵勿相忘。他笑了笑，说一定。明媚的笑容露出了一颗尖尖的小虎牙，有那么一刻让我晃了神，日子仿佛就要这么平淡忙碌中过去。直到我在器材室见到了柳如烟，她没多大变化，只不过戴上了一副金边眼镜，少了些呆萌气质，倒是多了几分斯文。回过神来想想，好像很久没见过柳如烟了，不知道是我太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我已经很少想起她了。如今倒是真的称得上一句好久不见。她见到我也有点惊讶，但也随即笑着朝我打招呼，你也来借器材。我瞧着她的神情放松又自然，不动声色把目光移开，随口说了一句我费劲从架子上拿出器材。柳如烟起身从后面扶了一把，我们两个人就像是两只小兽，恼怒了只会撕咬对方，朝对方露出爪牙，冷静下来也只是背过身独自舔舐伤口。最后的结局就是双方都当作没发生过，依旧腻腻歪歪在一起。可谁说真的能当作没发生过啊？我回过神，下意识往后退了2步，低声说了句谢谢。窗外的风吹进来，柳如烟站在我面前一言不发，我也站在原地不动，盯着地上的影子摇摇晃晃。你还好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，轻笑出声，反问他那你呢？你好吗？柳如烟眼睛里有些疑惑，我毫不避讳地直视他，他眼睛里没有我，就算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站在他面前。他抬手扶了扶眼镜，我挺好的呀。我勾着嘴角，眉眼弯弯地说，那就好。心里有个声音轻轻地说，那就好。我推着小推车绕过柳如烟朝门口走去，不料被他一把抓住胳膊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的眉头紧皱，我看着他有些惊奇，我其实已经没什么想说的。他张了张嘴，看起来还想说些什么，被手机铃声打断。我看着他越来越紧皱的眉头，看着他挂了电话后翻出一张熟悉的照片，因为我也有一张，是那时候我和苏浅浅散步无意间撞到的一幕。柳如烟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像是不可置信，一次次把照片放大还原，放大还原。我自知应先离开，所以也没和他打声招呼就转身走了。离开器材室后，我掏出手机翻到了那张照片，盯着看了许久，直到手机页面显示苏浅浅的来电。我接起电话，深吸了口气，哥哥你在哪？待会还有课吗？我买了杯热巧克力。女孩轻蔑的声音传来，我心中的郁气瞬间散了一半。我告诉她我刚从器材室出来，随后仿佛不经意间问了一句，那张照片你给别人了吗？对面顿了顿，苏浅浅一下子就理解了我说的照片是哪一张，随后语气有些复杂，那天晚上学长已经看到我了，回去之后他问我要了那张照片，我问他要做什么，他就回了我4个字，宣示主权。我沉默了一会，原来是青梅竹马发的。虽然我无意插手别人的感情，但毕竟牵扯到了自己和苏浅浅，好在照片不是苏浅浅发的，况且照片主人公也没追究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大3结束那年，我一个人去爬山，严格来说是我拒绝了苏浅浅的陪同。苏浅浅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她迟疑着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点了点头。我看着她的动作有点想笑，我还以为要给我个拥抱呢。这女孩山里雾气多，等我到顶峰的时候头发都有些湿了。
失了。我站在一块石头上，深深吸了口气。原来真的站到这里的时候，脑子里只会觉得放空。当初那么心心念念，如今到了也不过如此。我坐了一会，觉得有些冷。下山的时候，柳如烟给我打了电话：“喂，妍妍，我们重新来过好不好？”电话里传来的是柳如烟略带急切和哭腔的声音。每次吵完架和好的时候，她就会喊我妍妍。我没说话。后来我从苏浅浅口中得知，有一次她撞到柳如烟和她男朋友吵架，似乎是为了那张照片。柳如烟大声质问，男孩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前女友而已。她又问那他怎么办，男孩沉默了很久，只说了一句抱歉。苏浅浅又说，那个男孩的前女友是自己的直系学姐，竞赛的时候见过几面，还说他们的感情纠葛她也听过一些，无非是青梅竹马，在一起后又觉得不合适而分开，分开后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最终明白还是喜欢对方。我还疑惑地问苏浅浅怎么知道的，她支支吾吾半天，说不小心听到了。电话里不断传来柳如烟的声音，我默了默开口说，你知道我现在在哪？她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我也没管，自顾自说着我在疯子山，你还记得吗？之前我们约好大3结束后就一起来的，当时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山，还乐呵呵跟你说这名字真有意思，你给了我一个白眼，又说想去的话你陪我去。其实当时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但没想到你答应了。我就想你总是这么宠我，我说什么你都答应。我一个人絮絮叨叨说着，柳如烟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，才开口：妍妍，只要你说的我都答应，你想去哪里我都陪你去。柳如烟，我打断她，那天早上的雾散了，我的意思是不止早上不止雾。挂了电话后，我一个人慢悠悠往山下走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每个人非要经历一段感情才能成长？柳如烟喜欢那个男孩的成熟、体贴、温暖，所以飞蛾扑火般奔向他。我房间抽屉里有一张草稿纸，上面写着和柳如烟分手那天，他细数我的那些缺点，每天早上起来都看一遍，提醒自己尽量避免。也许效果甚微，但到底还是在意。谁不是在感情里摔跤又默默爬起来的？走到半山腰，我回头去望，今天是我一个人来的，没有柳如烟，也不会有苏浅浅，这是我和别人约定的地方。既然那个人失约，那我就自己来。苏浅浅没必要，也不应该她干干净净来到我面前，我不能让她陪我去结束一段感情，我应该自己想明白，想清楚，把自己的心空出来，那样才能放别人进去，不然对苏浅浅不公平。上段感情到这里就结束吧，总要和过去说再见的，总要往前走，遇到新的故事，新的人。也许有人无意之间教会了我成长与爱，但总有人不用教，只遵循本能来爱我，而我需要做的只是好好生活，总会找到我的。我转过身，看到山脚下的苏浅浅，清秀的女孩倚在车旁，低头玩着手机，偶尔抬头看看周围，柔软的长发随着女孩的晃动轻轻摇摆，在阳光下划出轻快的弧度。苏浅浅一转眼看见了我，弯了弯嘴角，站直身体朝我走来。我心一动，看她找到我了。那天回去之后，我和苏浅浅之间好像发生了点变化，又好像什么都没变，我们还是遵循着以前的相处模式，只是渐渐的我们之间的亲密动作变得越来越多。她会捶捶我的肩膀，偶尔也会笑着拍拍她的头。大四的生活反而轻松起来，既不考研也不考公的我，早就和一家公司签了3方，剩下的时间就是写论文了，更多的时间反而是陪苏浅浅去上。我顾自写着论文，她就在旁边写项目总结，我和她都避开了人群，坐在后排的角落。敲完开题报告的最后一个字，我直起腰，小幅度的伸了个懒腰。苏浅浅轻轻推了一杯热巧克力过来，我笑了一下，道了声谢谢。其实疯子山回来之后，柳如烟找过我很多次，只不过我已经屏蔽了她的联系方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最近都和苏浅浅走的缘故，学校里倒是没碰见过。只是有一次周末，我早起去跑步，吃完早饭后顺手给苏浅浅带了一份。回去的时候在公寓楼下碰到了柳如烟，她像是没睡好一样，眼底有厚重的乌青。柳如烟转过身朝我走来，声音也嘶哑的厉害，我被吓了一跳。柳如烟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还好吗？她愣了愣，有些自嘲的笑笑，不好，我一点都不好。突然她跑过来抱住我，言不要离开我，没有你的日子我好难过。我愣住了，柳如烟的怀抱带着清晨的寒气，瞬间让我想起了苏浅浅，她身上总是带着薄荷一样的味道。我推开柳如烟，明明嘴不是的，没有我你也可以过得很好的，就跟那次在器材室见到的时候一样。柳如烟急了，和我解释不是的，妍，我真的很想你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看着她的眼睛摇摇头，太迟了。之后我绕过她上楼，在我家门口看到了苏浅浅，她像是刚睡醒，头发还乱着。我笑笑抚摸她的头发，开门招呼她进来吃早饭，自然没看到。苏浅浅似笑非笑的往楼梯下的一瞥。后来我临近毕业，苏浅浅和我的共同朋友组了个局，大家都玩得很高兴。中间我去了趟厕所，出来的时候看见苏浅浅，她支支吾吾，脸上布满可疑的红晕。我扑哧一笑，要和我告白啊？她像是打了一剂强心剂，轻轻吸了口气，点点头，我喜欢你，想和你交往。我愣了愣，然后笑着凑过去贴贴她的嘴角，我也喜欢你。回到包厢后，他们看着我俩牵着的手，开始起哄说苏浅浅不厚道。我投去疑惑的眼神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个局本来就是为了和我表白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只是瞒着我，没想到苏浅浅自己偷偷提前表白，害得大家没看上好戏。后来苏浅浅抬头迅速亲了一下我嘴角，聚会的氛围才开始达到高潮。那天之后，我和苏浅浅正式开始交往，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约会，相处方式却没多大变化，只不过亲密动作从拍头变成了亲吻。那天我将改完的论文发给导师，发现有人给我发了封邮件，我点开看，落款似柳如烟，邮件不长，只是讲述了对我的抱歉。他说他曾下定决心给自己3次机会，重新追回我。那天公寓楼下是第一次，他原本想在散伙饭上和我说话，只是没想到第2次还没进行，我和苏浅浅就在一起了。他说他曾经想过，就算我和别人在一起了，他也想试试。可在我递给他纸巾的时候，他抬头看到我脸上的神情，觉得像极了伊藤诚，他心里的小火苗一下子就灭了。
他说他后来看到苏浅浅牵着我的手离开的时候，他就明白根本没有什么3次机会。他忘记了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忘记了我虽然没心没肺却有洁癖，这个洁癖无论是生活上还是情感上都有。最后他写了一句谢谢以及祝我万事胜意。看完之后我去厨房倒了杯水，然后回到房间删除了邮件。这件事我并没有告诉苏浅浅，每个人都会有新的开始，活在过去不是一件好事情，该结束的就该结束。苏浅浅毕业那年我们开始了同居，她软磨硬泡着让我陪她去拍毕业照，我无奈只能答应。我站在操场周围都是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，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。拍照那天天气很好，苏浅浅穿着学士服走在前面，我在后面看着阳光洒下来，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。我正感慨着时光飞快，女孩回头望，笑还不快跟上。